路飞为什么会融化？橡胶果实觉醒会是什么样？大家好，我是朱二笨。1043话最大的悬念即是路飞身上产生的变异，头顶以及一半的脸都变成了软泥状的形态。这个变化到底意味着什么呢？吴老星想要抹出的觉醒果实是什么？又与路飞有什么关系呢？在开始分析路飞能力的变化之前，我们有必要先排除几个干扰项。首先就是那顶草帽。对比路飞倒下前后的几个镜头，1042话被凯多击中时，草帽处在路飞的背上；随后在1043话路飞倒下后的几个镜头里，我们都能看到草帽在路飞背后的位置。所以在最后一幕里，路飞头上的变化并不是草帽产生作用。那么有没有可能是其他人救走了路飞？例如沼泽果实能力者卡里布？这个可能性也很低，因为通往屋顶的楼层目前已经被大火烧毁，只能通过飞行的方式到达屋顶。这也是为什么那个 CP0 可以快速出现在屋顶的原因。6式中的跃步就是可以在空中行走的能力，而这显然是卡里布无法做到的，更别说我们目前为止都还不能确定他也来到了轨道。所以让我们把目光再次回到橡胶果实身上。在1037话末尾，吴老星曾提到要抹杀一个拥有觉醒果实的人，那颗果实因为关系重大，甚至被世界政府掩盖了真正的名字。当时因为相主的出现，让许多小伙伴将这二者联系了起来，认为相主与这个觉醒能力有关。但是接下来的剧情开始不断反转。1039话，半空中的桃子突然听到有人在呼唤他。1040话，藤之助确认呼唤他的人就是相主，并将相主称呼为乔伊波伊的伙伴。就在许多人准备把桃之助和乔伊波伊划等号时，反转又开始了。1041话，相主与桃之助的对话中表明，他一直在等待着桃子的命令，之所以会来和之国，也是为了能与他并肩作战。也是在这一话，因为相主出现，世界政府的舰队产生了一阵骚动，而后鬼岛上的 CP0 接到了吴老星新的命令，将草帽路飞抹杀。于是，在1042话 ，CP0 在关键时刻干扰了路飞的行动，导致其遭到凯多的重创。而到了本周的1043话，一开始路飞倒下的时候还没有觉醒的迹象，直到本话末尾，凯多离开屋顶后，相主才终于听到了解放之鼓，证明路飞才是乔伊波伊。从1037话到1043话，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这些剧情，那就是一团乱麻，中间还掺杂着一次休刊。唯有按照时间线将这些线索串联起来，才能得到更加清晰的真相。就如我们在1月17日发布的那期1037话分析时说的那样， CP0 那名负责联络的情报官一直藏在宴会厅旁的厢房中，对楼下的战况了如指掌。吴老星最初是基于战场上已经出现的情况，才提到了那颗觉醒果实，而那时候基德和罗正在以各自的觉醒能力鏖战大妈。手术果实拥有与天龙人国宝联动的力量，相当于掌握世界实权的钥匙。这种力量和威胁程度远非一般的恶魔果实可以比拟。外加手术果实这个特殊的名字，吴老星一开始的目标应该是想要抹杀掉能力已经觉醒的特拉法加罗。然而就在他们商议时，相主突然出现在舰队附近，这个紧急情况打乱了吴老星的计划。身为乔伊波伊伙伴的相主一旦重新开始行动，意味着乔伊波伊极有可能已经开始觉醒，而此时的和之国里也唯有怪物云集的鬼之岛最有可能出现乔伊波伊。凯多与路飞这场世界最顶级的对决就成为危险性最高的存在。当时 CP0 接到吴老星的敕令后，还补充了一句，这是为了以防万一，并表示他们也只是听到了某些传闻。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当时吴老星担忧的情况还没有发生。那时候路飞并没有表现出觉醒乔伊波伊的迹象，只是他的草帽特征和低之谜让他成为了最大的嫌疑人。鬼岛上的 CP0 小队只有3个人，要同时完成抓捕罗宾、干掉特拉帕加罗、抹杀路飞这3件任务，显然是非常吃力的。所以吴老星只能临时改变计划，优先考虑解决掉危险性最大的乔伊波伊。随着2名 CP0 的倒下，其实抓捕罗宾的计划也搁置了。到此，我们就把1037话以来的几处重要伏笔重新梳理完毕，排除掉各种干扰，来正视橡胶果实的觉醒。橡胶有可能变成液体吗？倒不如说，橡胶从一开始就是液体。天然橡胶采集自橡胶树，在未加工前以乳液的形式存在，之后才会被加工成我们熟悉的各种橡胶制品。天然橡胶在遇到高温时会慢慢变软，成为连硫态。同时，天然橡胶也是一种可燃物，遇到明火可以燃烧。好家伙，没想到有朝一日可以在海贼王里学物理化学。需要说明的是，橡胶软化与溶胶并不是同样的东西。溶胶是玻璃、金属、陶瓷等等无机物的一种状态，而橡胶是有机物。我并不认为尾田会在一部少年漫中加入复杂烧脑的科学知识。海贼王这部作品充满的是天马行空的想象和浪漫，尾田更有可能参考橡胶的基础特点，然后再加上漫画独有的想象和夸张表现。就跟当时在1007话末尾甲玉田引发的全网热议，各路猜测五花八门，但最后的结果却异常简单，就是看实然化的。所以，让我们把目光回到路飞身上的变化。大家最先注意到的，即是路飞头发和半边脸的变化，但很容易就忽略掉他身上正在冒出的蒸汽。蒸汽代表着温度升高，而路飞的造型和橡胶的温度变化，就是我们解开这个觉醒能力的关键。漫画387话，路飞首次发动2档，身上第一次出现蒸汽。2档发动时以手脚作为泵打气，借此加速血液的流动，人为制造高血压，使得身体机能大幅度提升，但体力会快速消耗。路飞不仅皮肤变红，身上也冒出了蒸汽，所以2档下的各种招式也会带上 Jet 词缀，意为喷射。
这个特征也一直保留到了2年后的战斗中。漫画784话，路飞首次发动4档，身上开始缠绕如同云一般的气息。在蛇人形态下，这个特征更加明显，完整的云如同一条缎带，绕过路飞的双臂，聚集在他的背后。也难怪霸王狼在几次见到4档后，直呼路飞的形象酷似冥王。早在1月份那期路飞5档猜想的视频里，我们就分析过路飞与冥王相似的能力。冥王在神话中的形象，即是浑身包裹着绸带般的法器，背后有一圈类似超级赛亚人的火焰，并且头部后面会有一面光轮。这3个特征中，绸带般的法器以云的方式在4档路飞身上出现，而火焰也已经部分出现在路飞的招式中。例如2档火拳冲，3档夜火拳冲。作为可燃物的橡胶，能够与火焰并存吗？答案是肯定的。漫画1002话，超剑星与四皇的大战中，路飞就曾经被大妈的雷击命中，而毫发无伤。当时大妈十分诧异，路飞则是略显自豪地表示自己是橡胶。而早在漫画279话，路飞与艾尼路的战斗中，就已经体现了橡胶作为绝缘体的特性，说明尾田一直遵循着橡胶的基本物理性质。在大妈的雷击无效后，凯多又朝着路飞喷射了一记热吸，然而路飞依然没有被打倒，甚至连身上的云也继续维持着。当时路飞表示自己是凭借毅力硬砍下来的。后来在1042话，路飞再次被凯多的热吸命中，此时身上除了4档的云以外，又多了一些烧焦的黑烟，说明凯多的热吸还是奏效了，橡胶并不能完全抵抗火焰伤害。这2处细节说明了尾田依然遵循了橡胶遇到明火燃烧的特点，但是路飞凭借毅力和武装色提升的防御，能够暂时扛住高温，进而开发出了火拳冲和夜火拳冲这样的招式。仔细看路飞发动火拳冲时的分镜，武装色从拳头开始硬化，并冒出大量蒸汽，随着手臂的伸长，力量持续提升，蒸汽也覆盖到整只手臂。这个过程说明路飞在拉伸时会让自己的温度提高，而这个特点也和天然橡胶的特性完全一致，在拉伸时会发热，而缩回后温度就会降低。如果路飞在体型变化时就会带来自身温度的变化，那么反过来，如果温度产生改变，是不是意味着路飞的形态正在变化呢？理解了这些，当我们再回过头来看1043话路飞身上的变化时，思路就清晰了许多。这些表现都是力量变化的过程，而不是结果。路飞因为凯多重创而受伤的身体，由于橡胶觉醒而开始重塑，橡胶的弹力令器官复苏，心脏重新跳动，就和明哥曾经展示过的用新鲜果实缝合器官一样，虽然称不上治愈，但能给予路飞和凯多最后决战的力量。这里我们先感谢一下多弗朗明哥老师。这个过程伴随着高温而升腾起了大量热气，并且暗示着路飞的下一个形态将会缠绕更加浮夸的蒸汽。在漫画821话的彩页里，我们就看到过一个4档路飞身上包裹着焰云的形象。也许从尾田一开始的设想里，就给这团蒸汽的升级预留了方向，从普通的云往更加强大的焰云进化。接着来看从头部开始软化的橡胶，意味着路飞脑袋背后很可能出现了一个温度极高的物体，一团火焰，亦或是像冥王背后如同太阳一般的光轮。在上周1042话的分析里，我们就曾经讨论过路飞5档的方向，当时就着重提到了路飞目前招式中的缺点，例如3档需要往骨骼中吹气，在高手对决中，这个积蓄力量的过程经常被人识破。发动4档必须向肌肉充气，一旦漏气就会令自己的形态解除，需要随时维持。那么当橡胶果实觉醒后，必定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强大弹力，来克服之前的缺点。但路飞再次想要发动巨人之拳时，很可能不再需要充气过程，而是凭借充盈的橡胶弹力，直接撑出强大的肢体，力量更强，速度更快。就像与橡胶果实能力类似的诺诺果实一样，卡塔库里擅长用诺团组成各种长臂巨拳，却并不需要额外的吹气。这里我们感谢一下卡尔老师。既然路飞的变身状态不再需要靠充气维持，那么体型也可以继续往精瘦方向演进。而弹力人拥有的压缩拳头，蛇人特有的追踪拳头，这些凭借橡胶弹力施展的招式也会得到强化。此外，路飞也很有可能用觉醒后的能力，短暂影响自己接触到了地面，让它变成橡胶蹦床，成为能够反弹自己的加速器。路飞标志性的招式中，就有不少利用反弹的招式。与他能力相似的弹簧果实能力者贝拉米，就特别擅长用反弹来提升自己攻击的威力。而火拳冲作为路飞对艾斯意志继承的象征，这股力量也将会在新的形态下继续发光发热。漫画1000话，路飞就是以3档夜火拳冲将凯多打倒，开启巅峰对决。而强大的凯多在整场战斗中只有2次表现出害怕和躲闪，一次是在面对索隆的火焰斩击，一刀流飞龙火焰，另一次是在面对路飞的火焰拳头。这2个招式都带着火焰的力量，凯多的表现也说明了这股力量不可小觑。所以在最后的对决里，新形态下的路飞极有可能再次以升级版的火拳冲将凯多彻底打飞，火焰也将会成为新形态下的特征，就如同凯多招式中的雷鸣一般，路飞将以象征太阳和光明的火焰成为自己标志性的新必杀技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路飞会怎么给这个新的形态命名呢？参考路飞在给30号取名时的小脑袋瓜，3句话不离各种强大的野生动物：白熊、狮子、猩猩、老虎、狼、乌贼、章鱼。在路飞2年修行期间，陪伴他训练的也是各种动物，所以在4档形态和招式的命名中，也经常出现动物名称。我们可以大胆推测，路飞在觉醒后能力迈上新的台阶，4档自然也要升级为5档。而目前为止，路飞唯一还没有使用过的动物就是老虎，老虎也曾经出现在2年后路飞的动物伙伴中。早在漫画526话，
当时的彩叶就是路飞一手框住青龙，另一手按着老虎，而他的表情与现在的四胆极为相似。有意思的是，在索隆觉醒霸王色之后，招式中龙的元素也越来越多，是不是意味着路飞也有可能得到老虎的力量呢？巧合的是，今年就是虎年，会上演龙争虎斗吗？1043话爆炸剧情实在太多，无论是路飞的果实觉醒，还是乔伊波伊的归来，很容易就让我们忽略掉前面90%的剧情。其实前面也有许多精彩的情节和伏笔出现。首先就是大和与桃之助的这场文戏。桃之助在得知路飞败北后，萌生了想要投降的念头，被大和一顿臭骂，并用过去大名们的事迹来警醒桃之助。大和最后更是下定决心要战斗到死为止。这段剧情让本来就饱受争议的桃之助又被推上了风口浪尖。就在所有人都没有放弃的时候，身为大将的他却第一个想要投降，这难道不是懦弱的表现吗？但其实桃子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，是因为凯多的威胁。如果他不投降，凯多就会持续攻击下去，直到所有武士都被消灭。而如果桃子投降，凯多也许会将当时986话没有完成的处刑再进行一次，而暂时放过武士们的性命，将他们变成奴隶。也就是说，1043话里桃之助的选择，相当于是用自己的性命来换取武士们暂时安全。但是在1041话，当桃之助明白自己肩负重任后，又产生了退缩，担心开国后会给人们带来危险。一个心里还是8岁的小孩，也许可以讨厌他的懦弱，但不应该否认他的善良。而大和小时候与3位大名短暂相处过，武士们直到最后也不肯屈服，毅然决然地与百兽海贼团战斗到死。这股意志也感染了大和，在他看来，桃之助的投降并没有改变死亡的命运，只是推迟了武士们的结局，而且是更加悲惨窝囊的结局。原本以为和之国篇是对武士文化的一次宣扬，但从最近几次和武士有关的对白里面，总能看到一些不一样的感觉。漫画1036话，面对一心求死的警卫们和小菊，乌索普破口大骂，直言自己讨厌这种武士文化，看似清正高洁，实则作践生命，一点也不珍惜活着的机会。漫画1042话，路飞与凯多的对决里，凯多就对和之国这些爱找借口的家伙嗤之以鼻，认为他们不过是在逞强，典型的外强中干。这么多年来也没有改变和之国的局面，只是带着所谓的光荣死去罢了。而到了1043话，大和对桃之助的话里又表现出另一种态度：当投降绝无生机，而战斗还有一丝希望的时候，就绝对不能放弃。尾田似乎想要表达，作为一名武士，在能够活下去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，而当面对死亡的时候也绝对不要畏惧，无论生死都不应该留下遗憾，始终对生命充满敬畏。这个观点和我们以前见的那种切腹文化有些不同，加入了更多海贼式的理解。细算下来，无论是当年在洞穴里的3位大名，还是那几名隐忍了20年的赤鞘九侠，都做到了这一点。我想海贼王这部作品的精彩，一半来自那些热血战斗，另一半则是来自这些细腻的情感刻画。回到剧情上来，桃之助现在说投降为时尚早，他似乎忘了上主就在和之国附近的海域，是为了与他并肩作战而来的。有趣的是，这一话里和松对着火墙感叹了一番，其中就包括了没有水源这样的无奈。随后又给了城堡地下的武士们一个特写，大火将出口堵住，已经陷入绝境，现在已经到了急需破局的时候。我们在之前的分析里不止一次提到相主和他那神奇的喷火雨，足以抽取和之国附近的水，向空中的鬼岛喷洒灭火。当时路飞在佐屋的时候就亲身经历过这场洪水，当他苏醒后，很可能再次引导桃子向相主下达命令，用恩泽的雨水拯救大家。而在路飞重新站起之前，大和与桃子应该还有一场直面凯多的死斗。接着1043话的剧情，两人回到宴会厅内与凯多殊死一搏。在即将被彻底击垮前，路飞出现救场，作为最终高潮，与凯多开始最后的单挑。以上就是本期海贼王橡胶果实觉醒的分析啦。作为1043话分析的下篇，爆肝了5天，终于用2期视频的长度聊完了这一次如此丰富的内容。分析剧情是一个枯燥而漫长的过程，需要翻阅大量的漫画和设定，寻找作者留下的蛛丝马迹，并用合理的思路推测出答案。这个过程很花精力，但能跟大家分享自己的观点，并随着漫画更新一步步验证自己的想法，也是一件很爽的事情。所以也欢迎你在评论区和大家分享你的看法哦。我是朱尔本，下期见啦。